啊，城主，您起了吗？哎，城主，外面的人不让我进来。嘘，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城主若真想宠幸你，自会叫你进去伺候。我是你们城主的朋友。哎，你，城主，此人声称是您的朋友，但小的从未见过此人。他是我朋友。城主，此人莽撞无礼，姿色平平，甚至还不如您身后那位。您怎会与这种人结识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是我朋友的人，姿色自然是比不上我这一位。城主，放肆！床上那个，城主都已经醒了，你不好生服侍，给城主打水洗漱，伺候更衣，居然还在床上躺着。明日我便把你赶回乡下。好大的胆子！我的人，还轮得到你来教训？城主恕罪。城主，需要我服侍吗？不用，你继续躺着。还不滚出去！是。刚刚庭燕的那个模样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？还不是跟师祖学的，威严示人。我何时有过这般模样？那我没习得您的神韵喽。念九，叶如灵对你利用多于情义。若你想要师父教你做人，我为你再寻一个便是。以后除了师祖，弟子不想再要任何师父了。念九，我听说这风花城挺有意思的，要不我们一同去逛逛？好。我要带你先去一个地方。哦，那你只好自己先去逛逛了。那我等你们。嗯。什么人竟敢破坏我施家人山！父亲，又有一座灵山被毁了。谁干的？那人修为不低，弟子们未能追上。不过那人所用术法，却有司马教的灵力气息。是司马昭干的。他在找我们的灵火。是啊，这也是孩儿担心的。啊，对了，父亲，还有一事，上次你让我查的内应之事，经过几番探查，我发现了一个本该就死了的人。谁？袁商。袁商？他还没死？是。如果袁商还没死，那洛河仙方围剿失败时有异心之人，就不是叶入灵了。您的意思是怀疑袁彻？司马家早就知道我们要对袁商下手，所以故意给我们设下了这个圈套，好笼络袁彻，为他所用。父亲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袁商，让袁彻成为我们的内应啊。司马家自打百峰山大火一事之后，元气大伤，成为众矢之的。就这样，袁彻还死心塌地地追随他，这个人不能用。那我们把他杀了。杀！袁尚这不还活着呢，你杀得明白吗？
不必杀了。司马娇行踪飘忽不定，我镇崇没法找到他的踪迹呢。或许，这给了我找到他的一个契机呀。师祖，元彻来信了，请随灵力指引前行。鱼上钩了，什么鱼啊？石千缕吗？你不必忧心这些。我想知道。念九，你快告诉我。这施家灵山地域呢，甚为广阔，即使师祖转换了诸多傀儡人前去寻找，亦要耗费不少时间。所以，师祖便故意让元彻以他的灵力破坏施家灵山，这样就可以引起施千缕的戒心。哦，如此，施千缕必会派人前往灵火藏匿之处加强防备。我们只要悄悄跟着他的人，便能找到新生灵火所在。你留在这里，我去就回。不，你伤口还没有恢复，我也去。虽然不一定能帮上多大忙，但是我同你一起，总比我一个人胡思乱想要好吧。只此一回。走。袁公主，我施家随行弟子已就位。好，随我前往五峰山。是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回禀掌门，弟子已召集300高修为弟子与您同行。旭儿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已准备妥当，孩儿随时可以带亲信秘密前往太微山。很好。既然师掌门让我们守住五峰山，那你们先留在此处，带我去周围确认无异状后，再与你们会合。是。掌门，师掌门，不要忘了你我之间的承诺，杀司马娇可以，但不要伤了廖廷燕和黑念九的性命。叶公主还真是重情重义呀！只要你拿出你的诚意，我自会一诺千金。司马娇即刻就会现身，一旦出现，立刻围剿。是。不知父亲那边如何了？少主不必担心，掌门所带的数百名弟子，修为大多在化神之上，且有掌门坐镇。如今司马娇又功力受损，必定难以脱身。我们只管先去太微山守住灵火。这庚辰仙府啊，就快易主了。走。原来那老东西把灵火藏在了太微山。你怎么料到五峰山没有灵火的？还知道他们会分2路？五峰山也有先前布下的傀儡人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能通过傀儡人感应到凤山血脉的踪迹，所以你一早就知道五峰山没有灵火，同时又料到施千缕不放心真正新生的灵火所在，定会派人前往守护，所以他会分2队人马，一方诱你入局，一方去守护灵火。因此你干脆将计就计，命袁彻佯作中计，同时在施真旭身上施以追踪术，让他给我们带路，避免我们大海捞针。天资聪慧。
看来袁彻并未与司马昭合谋，司马昭也没有被你的计策所蒙骗。孩儿已准备妥当，可随时率亲信弟子秘密前往太尉山。糟了，中计了！真旭，司马昭追的是你，停下来，速速回府！是谁？袁尚，你本可以多苟活几日，偏偏要在我面前找死。石家老贼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居然想加害于我，无耻之极！哼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与魔族勾结的窝囊废，我杀了你，你死有余辜。你残害无辜，为达目的大肆杀戮，与司马昭相比，你才是那个丧心病狂罪人！待我执掌庚辰仙府，谁是罪人，谁是圣人，都由我说了算。狗东西，我杀了你！圣儿。袁彻，你也来找死！雪天驴，不愧为人！走！父亲，是孩儿无能，总是拖累您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你是我儿啊！孩儿曾经贪心，犯下大错，让父亲失望了。但是孩儿一直想做父亲的骄傲，而不是累赘。袁尚，绝不是自食之后养出来的废物。都给我起来，随我去太尉山。父亲的传音飞鹤。真旭，追的是，停下，速速！为何听不清？
父亲那边出事了。少主，出了何事？父亲那边恐生变故，我们现在立刻赶往五峰山。走。是。司马昭。带我去找那簇灵火。痴心妄想！既然如此，司马家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待我父亲找到这里，你必死无疑。这庚辰仙符必定是我们施家的。不能杀了你为雪儿报仇，是我唯一的遗憾。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暗雪是施千缕杀的，跟我们师祖没有半点关系。绝对不可能！这一切都是司马昭的错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！刚养好一点，又流血了。无妨。方才你做得很好，既然动手了，更应该练一练。杀了他。不要吧，我不要。司马昭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厮守？找死！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不要！不要！师祖，施真旭所行方向应是灵火之处。您今日转化的施家傀儡人，也已经在附近的灵山为您查探灵火的下落了。我也去查探一番。我同师祖一起去。不，你在这里护着他。
身上还有另一缕司马氏的血气，是那供养灵火的人让你带我去找他。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看来那灵火便在里面。血雾阵，用凤山血脉浇灌出的血池。看门狗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次灵火果然在此处。我的娇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氏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娥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
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，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愈盛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，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！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：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娇儿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娇儿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司马一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宫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，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那灵火仿佛无底洞，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宫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。死了，不好！司马鄂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施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施家的确是想救我，
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释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释拥有伙同他的弟子10千旅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，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。同时，石拥有与10千旅暗中打造了百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组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10000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千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你能如愿了。不好，太尉者出事了。掌门，叶公主传信，已有廖廷彦下落。速热接入林，将廖廷彦绑去太玄峰，否则他应职工族人都要死。是。我感知到了太尉山的灵火有异样，恐怕这司马娇已经找到了那里。我先行去查看，你速速通知各国公主前往太玄峰布阵。一旦这司马娇现身于太尉山，我便会利用廖廷彦将他引去太玄峰。到时候，我们各国公主合力将他擒获。是。